就在今年年初，英国原子能研究所发布消息称，在其最近的一次发电实验中，短短5秒钟时间就产生了59兆焦的能量，成功创造了可控核聚变能量新的世界纪录，让这种几乎无限清洁的能源再次前进了一大步。那么，如果可控核聚变研发成功，将会给军事领域带来怎样的变化呢？首先，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如今人类现正处在电力时代，不管是啥能量，大多数是会转化成电能。而要想利用核聚变能量，目前最普遍的方式呢，还是利用核聚变释放出的巨大热量烧开水，并且利用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不过，想用它安全稳定的烧开水，就必须要让核聚变变得可控。因此，长期以来呢，核聚变反应一直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它有望为人类提供几乎无限的清洁能源，对解决全球能源危机是至关重要。在视频开始前，大家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核聚变。核聚变呢，是2个较轻的原子核聚合为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出的能量的过程。而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容易实现聚变反应的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的聚变。氘在地球的海水中含量丰富，多达40万亿吨。如果全部用于聚变反应，释放出的能量足够人类使用几百亿年。而反应产物也是无放射性污染的氦。而氘与氚的聚变的反应，如今已经在太阳上持续了50亿年。因此，可控核聚变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因为太阳的原理呢，就是核聚变反应。而目前人类的核聚变进展是从氢弹爆炸开始的。科学家们希望开发出一种装置，能够有效地控制氢弹爆炸的过程，让能量持续稳定的输出。在军事领域，一旦可控核聚变技术变成现实，并且小型化，未来战争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变化。当然，核聚变也是分个3、6、9等的。在上世纪呢，美国率先研究出了核武器，也就是核弹。在后来的几十年之内，许多国家陆续研究出了这种大范围的杀伤性武器。后来，在核弹的基础上，人们又研究出了氢弹，后者的杀伤力更加庞大。这也是目前人类能够制造出的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而这个氢弹呢，正是利用了核聚变的技术，在能够一定的时间内就释放出非常庞大的力量。其中佼佼者呢，能够轻易炸掉一座小岛，甚至爆炸后还能产生无数年的核辐射，让这个小岛在几十年以内呢都无人居住。这时候有朋友或许就有疑问了。既然都是核聚变，为什么太阳能够燃烧100亿年，氢弹却很快就爆炸了？这里就聊到了可控核聚变这方面。在1939年，美国物理学家贝特通过实验证实了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把一个氘的原子核用加速器加速后，和一个氚的原子核以极高的速度碰撞，2个原子核发生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原子核，氦外加一个自由中子。在这个过程中呢，释放出了17.6兆电子伏的能量。而英国在今年年初进行的核聚变发电实验中呢，在5秒钟内就产生了59兆焦的能量，打破了此装置在1997年创下的22兆焦记录。59兆焦耳可以满足一个普通家庭1天的电力需求了。而这次英国创造的世界纪录，也让很多科学家确信，人类获得这一无限的能源是可行的。同时，不少国家都认为可控核聚变作为一种新能源，在国防和军事领域同样具有无限的应用前景。在军事方面呢，该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武器装备的动力性能。未来，如果可控核聚变装置能够实现长周期稳态运行，解决对聚变点火约束条件与材料研制的技术瓶颈，并且实现小型化，那么未来呢，我们将会能看到核能飞机。它有着比普通飞机更大的推力载荷，获取更大的起飞质量，并且缩短起飞距离，堪称战略运输新星。除此之外呢，可控核聚变还可以助力实现全电化作战。与传统武器装备相比，全电化武器装备具备更强的自持能力，尤其是在全电化无人作战装备方面呢，可以长时间部署于战场，持续发挥效能。全电化作战是信息化条件下的一种重要作战模式，以激光、电磁炮、微波等新概念武器为代表的全电化作战力量，都是以电能作为弹药。
这也将颠覆传统作战中武器装备对弹药的依赖，并且聚变燃料利用率高，能避免了战场对油料的前送和补给压力。通过聚变反应堆对武器装备采用接触式或者直接远程充电，后勤保障质效也将得到大幅提升。而这些也只是军用领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向更远处展望的话，可控核聚变技术还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星际航行的第一推力。有不少科学家都提出了核聚变动力火箭的概念。毕竟，目前各国以化学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动机，无论是其推力、速度还是航程，都不能满足星际航行的需要。如果以目前的火箭速度计算，飞往已知距离最近的、处于一区带内的系外行星，需要6万年时间。如果可以将可控核聚变技术应用于航天领域，把小型聚变反应堆应用到火箭发动机上，为其提供持久、高效、清洁的能源，那么航天器的速度和持续飞行能力可以得到极大提升，实现星际航行不再是存在能源问题了。人类将开启星际探索之旅的梦想或将变为现实。在未来，我们的目标终将是星辰大海。如今大海呢，已经差不多被各国征服了。如果能解决可控核聚变，那么在宇宙之间的遨游或许也不再是一个梦。而像是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系列化石燃料，迟早有一天会开采而尽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那就是可控核聚变。如果在这方面实现了技术突破，人类将会彻底摆脱能源的限制。像现在的粮食问题、水源问题、电力问题等等，归根结底呢，就是对能源的利用问题。很多就是因为能源利用成本太高，而不是技术实现不了。那么可控核聚变将会极大的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而英国这次的突破则是来自动物。大自然是人类的导师，人类许多的新发现都离不开自然的启示作用，核聚变的发展也是如此。而讲到英国此次的核聚变突破，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动物——枪虾。这种虾呢，仅有手指大小，但它在面对威胁时，会使用自己的巨螯闭合向前发出一道冲击波，这个波的时速高达96公里每小时，速度十分恐怖。而被冲击波带动的水与静止的水之前呢，发生了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空气水泡。而这个空气水泡也能与冲击波相互作用，并且能在瞬间坍塌。而这坍塌的瞬间，空气泡的蒸汽被加热到4700摄氏度，这个温度呢，已经接近太阳表面了。英国的科研人员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于是英国立马就组建了2个大型的超级加速气枪。其聚变原理就是利用加速枪的加速为燃料加速到10倍以上的音速，甚至是20倍音速，然后经过特制的弹射过程，使得人类可以微调产生的坍塌冲击波，其瞬时压力要比海平面大气压高出近10亿倍，能够让小型的刀燃料以足够高的速度进行内爆，从而克服核排斥，并且开启反应堆。不过呢，需要说明的是，产生可控核聚变的需要的条件非常苛刻。咱们头顶的太阳就是靠着核聚变反应来给太阳系带来光和热的，其中心温度达到了1500万摄氏度。另外还有巨大的压力能使核聚变正常反应。然而呢，在地球上却没有办法获得如此巨大的压力，因此人们只能通过提高温度来弥补。不过这样一来呢，温度就要到上亿度。如此高的温度很难有一种固体物质能够承受，这使得它还需要强大的磁场来约束。不过呢，从核能的角度来看，虽然地球的海洋中存在大量的氘，但如果这些氘元素都能全部应用于核聚变，那么释放的能量足够人类使用几百亿年。但问题是，用氘作为燃料的话，在聚变反应之后会产生大量的中子，这些中子呢，既伤锅炉，还会产生大量的辐射，其核废料更是不好处理。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最适合可控核聚变的燃料氦三。氦三没有前面提到的氘的那些弊病，堪称是最完美的核聚变燃料。也就是说，如果有氦三的话，就没有人会用氘去实现可控核聚变了。不过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氦三在地球上的储量已经探明只有500公斤，这几乎等于没有。不过呢，在月球上倒是储存了100万吨的氦三。虽然听起来并不多，
但是核能毕竟是核能，如果能够登上月球开采100吨的氦三，其能量就足够让全世界使用1整年。不过问题又来了，氦三是很难开采的，如果需要上月球开采，还要面临建造空间站、人员、能源等等问题。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大兵还是希望持续核聚变实验能够早日成功，让人类从石油文明走向核能文明。毕竟和如今各国核电站使用的核裂变相比，核聚变不会产生相应的核废料，不必担心日后的排放问题，也就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并且其释放的能量要比核裂变更高，风险也更低。所以如果有朝一日人们能够有效地控制核聚变，核裂变功能的时代也就过去了。如今在能源需求日益增加、能源短缺日益严重的今天，可控核聚变凭借着原料充足、安全可靠、无污染等优势，被科学家视为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光明大道。核能、光能、磁能、反物质能都是人类可以长久使用的能源。对于这几种能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人类获取新能源的重要途径。谁在哪个能源领域取得突破，谁就占领了科技制高点、军事制高点和航天制高点。目前几个科技大国已经在可控核聚变方面取得了突破，因此可控核聚变在大兵看来呢，是目前人类最迫切也是最需要突破的一项伟大技术。什么量子计算机、超导技术这些呢，跟可控核聚变相比起来都要靠边站。这是因为可控核聚变代表着无限的能源，代表着以后的星辰大海。纵观人类的发展史，说白了就是对能源的利用史。任何技术的发展都需要能源的支撑，不会对能源进行进一步的利用，那么谈何科技进步？假如可控核聚变实现了技术突破，那么在军事领域对能量武器的发展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影响呢，不单单是军事领域的，而是方方面面的。例如，在可控核聚变技术实现商业化后，最直接的就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电的价格会越来越低廉，核聚变发电站会大量建起，这足以满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用电需求。工业也会因此加速发展，有了更加清洁的能源，化石燃料会被替代，环境也会大大改善。巨型化人造设施将会在地球上登峰造极，上万米高的巨型建筑对人类来说也不再是难题。这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尝试更刺激的事情，例如在珠穆朗玛峰安装电梯、太平洋跨海大桥、地球大炮等等。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可控核聚变还能在军事领域发挥什么作用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